各位，这个女人呐，中国有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虽然呢，这话呢，在当今女权横行的时代是过时了啊，可是呢，一个女人的命运真的是和她所能嫁的丈夫是息息相关的啊。汪小菲应该是大 S 的福星，而这个韩国光头具俊晔呢，无疑就是大 S 的灾星啊。大 S 啊是死在了韩国，是不是啊？而且呢，英年早逝，死的还比较离奇，这个事情啊。大 S 身后的遗产现在呢也成了一个谜，有人爆料呢，大 S 的这个主要的一个遗产账户藏在韩国。那这下那光头具俊晔可逮着了吧？这个大 S 出道30年，曾经单集的通告费破100万台币，拍一部剧进账上千万。可是离世以后呢，台湾本地的账户清算余额呢，大约定格只有约20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才42万左右。这笔钱连他在台北信义区的那套豪宅1个月的房贷都不够啊，那个月供可是109万新台币起呀。与此同时呢，他名下的不动产、影视版权、珠宝等固定资产的估值呢，有人说6.5亿到10亿新台币之间，钱去哪儿了呢？成了这场遗产大战的真正的引信。2026年7月22号，台北信义区那套市值4.6亿新台币的顶楼豪宅正式完成了继承登记，产权证上有3个名字，具俊晔和2个孩子，一个人1/3。时间呢倒回到2026年的1月，具俊晔专程跑到台北法院做了公证，白纸黑字的放弃自己那1/3约2.2亿新台币的继承份额，只留下豪宅的终身居住权，条件是不能再婚，离台居住权自动失效。那个时候全网夸他是真男人，经纪人说他愿意站在大 S 的立场保护孩子。前发文说会放弃权利转让遗产给 S 妈，但有媒体具俊晔当初并非主动放弃豪宅，而是被徐家要求搬离，甚至具俊晔也请了律师，双方要针对大 S 所有的财产做一个清算。具俊晔已经表明了他会领这1/3。他曾是全网心疼、人人称赞的痴情男人。人们都说大 S 兜兜转转半生，最后总算遇到一个不图名利、真心爱他的灵魂伴侣。没想到一纸调解通知书撕开了关于这个男人的所有滤镜。当初主动放弃数亿遗产、扬言分文不取的是他，如今转头推翻承诺，还要和2个孩子争夺遗产的也是他。他就是大 S 的2婚丈夫，来自韩国的具俊晔。巨大的前后落差让无数网友发出了同一个疑问：当初那个为爱看淡财富的男人，为何会180度大转弯，要与孩子分割遗产？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需把时间拨回到90年代。具俊晔是那个年代韩流的开拓者，他和江原来的酷龙乐队曾推出过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两人不仅火遍韩国，还掀起了第一波亚洲韩流热潮。大 S 和具俊晔就是在那段时间相识相恋的。1999年，酷龙组合在台湾演出，大 S 对具俊晔一见钟情，他主动示好，想方设法靠近具俊晔。很快，两人便秘密相恋。可彼时具俊晔是顶流偶像，出于经纪公司严格要求和对未来事业发展，两人只好分手，彻底断联。在这之后，具俊晔因队友瘫痪，歌手事业戛然而止，打了20多年光棍。而大 S 则火遍大江南北，她嫁给了京城四少汪小菲，并生下一对子女。只是这段婚姻仅持续了11年便潦草收场，直到2021年底，离婚3个月的大 S 官宣与具俊晔复合结婚，全网哗然。为了奔现，具俊晔拎着行李住进了大 S 台湾的家里，与汪小菲的2个孩子组成了4口之家。没想到还不到4年，大 S 就在日本丢了命。不过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依旧在上演。噩耗传来时，大众最先看到的是具俊晔铺天盖地的悲情画面，他推掉所有演出工作，
每天往返3小时车程去墓园祭拜大 S， 风雨无阻。媒体经常会拍摄到他独自坐在墓碑前，擦拭遗像，摆放亡妻爱吃的东西，神情落寞，一举一动都渲染出了一个悲痛专一的丈夫形象。而人们几乎所有的关注点却都落在了遗产分割上面。他们预估大概是4亿到5亿左右。按照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大 S 遗产的第1顺位继承人只有3个人，现任配偶具俊晔以及2个孩子，3方均等分割遗产。没想到具俊晔却大手一挥，说这上亿资产不要了。他发文明确表态，要把自己的全部继承权利让给 S 妈。他说这些财产是大 S 半生打拼守护家人换来的，他1分都不要，余生唯一心愿就是守护好2个孩子，尽到长辈责任。彼时没人怀疑这份表态的真实性，大家默认一个愿意主动放弃上亿财产的男人对亡妻的感情一定足够纯粹。可具俊晔接下来的操作却让众人大为震惊。他先是把大 S 的坟墓改造成综艺片场，在大 S 墓前录制起了韩国综艺节目，镜头全程跟拍。他又将给大 S 制作雕像的全过程拍成了纪录片，放在网上传播。这一下网友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表演型人格在作祟。时间来到今年7月，台媒一则独家爆料直接击碎了此前具俊晔的所有人设滤镜。消息明确表示，具俊晔已经聘请专业律师向法院申请调解。他的核心诉求直接颠覆了大众认知。第一，他希望拿回原本属于他的1/3遗产，也就是当初他公开说送给 S 妈的份额。第二，他不满足只拿回自己的份额，还要进一步争取本该有2个孩子继承的份额。消息一出，全网哗然，曾经的赞美全部变成质疑。而具俊晔则透过身边友人对外发声，说他当初放弃遗产时正深陷巨大悲痛，精神状态恍惚，本身也看不懂中文法律条文，所以才稀里糊涂做出决定。这套说辞也是他从深情好男人走向争议漩涡的分水岭。多数人感慨利益面前深情不堪一击。不过也有许多人对具俊晔的选择表示理解，毕竟上亿新台币足以让他安享晚年了。更有分析称，具俊晔转让继承权原本是想规避韩国高额的遗产税，没想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只要他放弃继承遗产，大 S 的所有遗产就将全部顺位继承给2个孩子。因此具俊晔不得不重现原形。可目前的情况是，他不仅要自己那一份，还要瓜分2个孩子应得的遗产。对此，孩子们的亲生父亲汪小菲可不会坐视不管。去年具俊晔是泡在陵园，日日夜夜陪在大 S 坟墓左右的痴情好男人。今年他出尔反尔，主动塌房，没有人能真正揣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而这场横跨1年半的舆论大戏，更像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它照出了人在名与利2选1情况下会如何抉择。昔日的韩国顶流，痴情人设与上亿新台币摆在面前，应该怎么选？具俊晔已经给出了答案。这才不到半年，剧情就翻了个底儿朝天啊！这个具俊晔这个痴情官夫的这个人设彻底崩塌了。2026年7月12号，台媒披露，具俊晔委托律师向台北家事法院申请撤销那份放弃的公证，诉求分2层，第一层拿回自己的1/3，第二层更狠，要求介入2个孩子名下2/3的遗产的管理权。他给出的理由是签字时丧妻之痛未平，中文看不懂法律文书，被 S 妈和小 S 劝着呢。是徐亚军小 S 的老公劝着签的。可法律圈都知道，公证文书撤销的门槛是极高的，得拿出受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的实锤。更何况他没有收养2个孩子，对子女份额没有直接处置权呢。7月15号前后，台媒集中爆出一个细节，大 S 在内地拍戏、录综艺、接代言的大额收入几乎都没有回流到台湾的账户，常年在境外的专属账户流转，线索指向了韩国首尔一个以他个人名义开设、未纳入台湾遗产清查的境外的资金户头。汪小菲这边动作也很快，他以2名未成年的子女
生父以及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委托律师启动了跨国追查。7月8号，律师声明里写得很明白，孩子那2/3进法院监督的信托专户只用于教育、医疗、日常开销，汪小菲本人不碰钱。与此同时呢，他继续按照这个月还信义豪宅的房贷，每个月近80万的新台币，既保住房子不让银行法拍，也变相为具俊晔那1/3的产权兜底儿。可是具俊晔名下1/3对应的每个月40万的月供得他自己掏啊，他没有稳定的收入，账户里那200万新台币撑不到2个月，一旦断供，整套豪宅就会被银行查封拍卖。这场仗最难打的不是人情，是法理。中国夫妻财产呢，默认婚后所得共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韩国则是法定分别财产制，夫妻对各自名下的财产享有独立的管理、使用、收益处分权，只对名义上属一方但实质为共同财产的情景做穿透的认定。放到韩国这个户头上，那可就精彩了。如果这笔钱是大 S 婚前的个人资产跨境转移，台湾法和韩国法大概率的认定是他个人遗产。如果是婚内所得收入，台湾法下要先切除1/2作为具俊晔夫妻的剩余财产分配，剩下的才进入遗产池，3个人分。韩国法下若登记为大 S 个人名下，可能被推定为其特有的财产。如果大 S 用婚内的共同财产去填具俊晔的韩国创业项目，那具俊晔名下的韩国资产的增值部分也得反向拆出属于大 S 遗产的份额。按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夫妻财产的关系没有约定的适用共同经常居住地的法律。大 S 与具俊晔共同经常居住地所在地为台湾，这一点对汪小菲有利，但韩国那边的银行流水，台湾法院不能直接调，得走司法互助，慢而且贵。S 妈黄春梅在这盘棋里的位置特别微妙，作为逝者的母亲，她是第2顺位的继承人，第1顺位有人在，她1分钱分不到，但她被多方指向是唯一清楚海外资产全貌的人。户口在哪家银行，户头号是多少，密码在哪儿，信托协议压在哪个箱底，似乎只有他知道。他住的那套国家艺术馆的房产产权仍属大 S， 没过户，随时可能会被纳入遗产清算。他对外的统一口径是都是给孩子留的，具体的数字和去向一个字都不松口。具俊晔7月27号还在记者会上说，所有的遗产将由 S 妈全权处理。48小时内，他委托的韩国律师就向首尔家庭法院提交了配偶财产权的确认申请。这前后脚的速度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S 妈和具俊晔是不是达成了某种默契呢？原定7月中旬开的调解庭，因一方请假延期到2026年8月底。台媒爆料，大 S 生前确实规划带2个孩子移居韩国，分批往首尔的账户转款，投进具俊晔的艺术与 NFT 项目。S 妈对这个爆料只回了4个字儿：一派胡言。大 S 没有立下符合两岸法律要件的正式遗嘱，手机备忘录里那点分配思路因为没有签名见证公证，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把6.5亿到10亿新台币的家底压在了信任2字上。现在具俊晔要争，汪小菲要查， S 妈不开口。8月底的调解庭，3方都在等对方先亮底牌。可真正值得掰扯的是另一件事，当一位母亲掌握着已故女儿的海外资产全貌，却以都是留给孩子的为由，拒绝向法定继承顺序和未成年孙辈的监护人披露任何细节的时候，这份为孩子好的沉默，到底是在保护孩子呢，还是在保护别的东西呢？ S 妈真的要回答一下了。点个订阅，下期再聊。